嗨，大家好，我是小泰迪。今天在这期视频的话呢，我要挑战一下自己，全部都用中文讲。当然，我不是在没有写稿或者是没有做准备的情况下就把这些东西给讲出来。我写了一定的脚本做准备，等会儿就尽量读得自然一点。我要是把什么词或语法这类东西讲错的话，你们可以随便在评论区告诉我，谢谢。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说正题吧。中文我基本上都能听懂，但我还不会说。这句话我已经听过好几次，感觉很多学中文的人都会这样去描述自己，说什么看中文、听中文的时候感觉没什么问题，可我还是没有办法流利的表达自己想说什么。我对这个问题的 hot take 就是大部分情况下，这种人是在严重高估自己的中文理解能力。Let's talk about it。最典型的一种情况，可能就是那种只有在课堂上接触过中文的人，这种学生对中文的所有理解都来自于课本或老师教的内容。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的所有东西他都能听明白，可能导致学生产生自己中文听力很好的错觉。实际上，中文老师很了解自己学生的水平，往往会故意不用学生听不懂的词儿，放慢语速什么的。换句话说，中文老师知道怎么把话说成学生能听懂的样子。据我自己的经验，学生年纪再高，中文课程上学习到的内容就是不足以在真正中文语言环境中跟上节奏。我们只能通过看原生式中文、面向中国观众的素材来判断自己的听力水平到底有没有达标。再说这个所谓的达标也很难判断，我们是否能理解一句话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事儿，就是听懂这个事情是有程度的。很多时候我听稍微难一点的中文，可以根据自己能理解的几部分去抓这个内容的大概意思，我可能勉强能算是听懂了，但是我的这个听懂和母语者的听懂并不是一个概念。母语者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是在拼凑关键词，也不是在猜测上下文，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能够直接理解每一个词，也不会觉得费劲。当然，想实现这种理解能力的话，你就得有着非常大的被动词汇量。那么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难道我必须达到接近100%的理解能力才能开始说话吗？我个人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你可以随便说话没有关系，但又不能指望能流利的表达任何你想说的东西。大部分的情况下，主动词汇量只能占被动词汇量的一部分。在被动词汇量不足以流利的听懂的情况下，主动词汇量是不可能足以流利的进行表达。因为主动词汇量比被动词汇量小这个原则，我甚至觉得表达能力就是应该比听力差很多，就算是你母语者如此。最后一个我想表达的事情就是，用外语说话的时候之所以会觉得困难，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思维的深度不会因为语言能力不足而降低。即使你的语言能力只足以表达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你的思维仍然是很成熟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么得把自己的想法简化，要么得什么都不说。我觉得正是成熟的思维和笨拙的表达能力之间的落差，让我们说话的时候会感觉到有点不舒服。面对这个问题，许多中文老师可能会从心理学的角度去鼓励学生说话，可能会说什么别怕说错，说错了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种鼓励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总感觉这种说法还是没有完全抓住问题的本质。当学生在输出的时候表达自己很不自在，老师可能会觉得这是因为学生太紧张、太害怕说错，所以才不敢开口。但对我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之所以会觉得不舒服，并不是因为我害怕说错，而是因为我很清楚自己想说什么，同时也很清楚自己没有能力把它完整的表达出来。所以我不觉得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是什么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恰恰相反，它反而是在提醒我一个客观事实，就是我的语言能力还是没有追上我的思维能力。对我而言，在主动词汇量增长到足够大之前，这种感觉应该会一直存在。